今天是2025年12月13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88天。昨天，俄军全域战损1400人。红军城乌军外围部队收缩后，加强了对城区的进攻，在市中心和俄军展开激烈战斗。俄军试图渗透到红军城北部的企图尚未达成，在罗金斯克里夫内等多个据点，俄军继续加大攻击力度，实现合拢包围圈，但均被乌军打退，未能实现。米尔诺赫拉德地区，乌军继续在南郊和俄军展开激战。乌克兰军方表示，全世界都应该看到普京多次宣称攻占了红军城，这明显是一个谎言。乌军仍然在红军城和米尔诺赫拉德战线坚守。目前，俄军已经将预备队第76空降师紧急调往红军城方向。西维尔斯克，俄军宣称已经全部占领该定居点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俄乌双方依旧在城区中心地带进行战斗。胡利亚波尔方向战斗异常激烈，俄军试图从东部和北部包围此地，并试图切断乌军后勤局部的补给线，采取变装渗透的战术，但被乌军识破。俄军2名士兵当场被乌军击毙。乌军坚守防线，并给俄军带来惨重伤亡。库皮扬斯克战线，乌军取得了绝对的优势，俄军伤亡惨重，望风而逃。按照俄军目前的渗透战术，必然会导致惨重的人员伤亡。自2025年1月开始，俄军新攻占的乌克兰领土面积只占乌克兰领土面积总额的 0.77%， 却付出了接近40万人的伤亡代价。乌军无人机导弹袭击了亚罗斯拉夫尔州的俄罗斯第5大炼油厂，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。克里米亚方向，乌军还击落了一架俄罗斯安26运输机。莫斯科地区也遭遇乌军无人机袭击，导致200多个航班被迫取消和延误。俄军飞行员在投掷滑翔炸弹时出现重大失误，将炸弹投向了别尔哥罗德地区的一个大型变电站，爆炸导致该变电站被彻底摧毁。关于和平谈判，美国代表将飞往巴黎和欧洲以及乌克兰代表进行谈判，主要围绕乌克兰版的和平协议进行磋商。大致要点如下：首先，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的实际控制权，这些有争议的领土未来将通过外交的方式收回，而非动用武力。但在法理上，绝不承认克里米亚和乌东4州归属俄罗斯。顿巴斯地区，俄罗斯尚未占领的地区设置为非军事区，但不承认这些领土归属俄罗斯。乌军可以撤出这些地区，同时要求俄罗斯也要相应后撤同等距离。双方军队在这里形成一个大的缓冲区，军队在边境驻扎，均不得进入缓冲区。这些地区的主权仍归乌克兰所有。关于该地区是否设立自由经济区，未来可以通过谈判解决。扎波罗热和赫尔松方向冻结战线，俄罗斯军队必须立即撤出从上述地区以外的所有乌克兰领土。扎波罗热核电站由美国进行管理，50%电力归属乌克兰，其余电力由美国自行决定。协议不得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，但乌克兰领土不驻扎北约军队。乌克兰军队规模限制在80万人，不得对乌克兰武器规模和射程进行限制。美国、北约和欧盟必须提供类似北约第5条的安全保障。美国国会必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此事。乌克兰的选举将在协议签署后尽快举行。乌克兰将在2027年1月1日前加入欧盟。协议签署后，美国解冻部分俄罗斯主权资产，一部分资金用于乌克兰战后重建，另一部分用于美俄联合投资项目。欧洲扣押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不在此列。泽连斯基对领土问题的表态为，必须经过乌克兰全民公决，他本人无权对此做出最终的决定。全民公决，双方必须立即停火3至6个月。普京应该不会签署该和平协议，他需要乌克兰立即投降。再拖几个月，俄罗斯的经济即使没有完全崩溃也差不多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